有一个国家，它发行过全球最高面额的货币1万新币，它就是新加坡，亚洲顶级的金融中心之一。但新加坡官方更强调自己是一个花园城市。一进机场，你就能看到他们真的在钢筋水泥上建了很大一片森林，还有巨大的人工瀑布。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住宿费也是普遍的贵，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住宿，那就是胶囊旅馆。Hello。我现在在房间里面啦，因为超级安静。让我们来看一下房间吧。这边有一个衣架，上面可以挂包啊什么的啊，还有充电，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左边这边一排是储物柜，它还蛮周到的，还有储物柜，甚至这边还有一个给你化妆的地方。每一个格子哦，其实都是一个双人房。天哪！哦，你看这就是全部的大小了，我差不多手就正好碰到这里，这样子，就它是可以睡2个人的。这个床大概是1.8米左右，我感觉甚至更大一点。它是一个方形的，然后它有专门的地方，这里是放鞋的，一个鞋柜。这里呢，就是大家可以拿一些自己的生活用品，牙刷、牙膏之类的都是免费的，还有耳塞这样子，还蛮贴心的。我们现在在这个胶囊旅馆的阳台这里，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里的住客，我本来以为都是年龄层非常年轻的小朋友，没有年龄都还蛮大的，就是正常的中年人，甚至中年人往上都有。然后说一下这里的地理位置是去那个标志性的鱼尾狮，大概就是走反正就能到的地方，很近。然后也距离那个牛车水美食街，就是那个 Chinatown 这边也很近。然后呢，正常的住宿在这里，如果是一个商务房那种酒店的话，大概是小1000左右人民币。但是我们预算比较低嘛，就想订一个就是在我们预算内的，就随便怎么样都找不到。然后我们找到的就是这个胶囊旅馆。就是它总体感觉住宿我不知道，我还没睡过，我睡了第2天给大家汇报一下。但是目前的感觉就是蛮像是火车车厢的，但是呢这里边的人的素质都蛮好的，大家就很安静很克制，不怎么说话。卫生间的那个比例什么的感觉好像会有点少，反正晚上用用看吧，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的体验吧。差不多先这样啦，然后我们喝了这杯咖啡以后，我们去一下旁边的美食城。哇哦，这马路好干净啊，然后还有一些异域风情的文化。原来这就是新加坡吗？先买一瓶水吧，这是2.4块新币。哦，人民币扫出来多少钱啊？13.9毛4啊！天哪！我颤抖的手喝水。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便利店里面嘛，基本上所有的标价都跟我们便利店里面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是新币，就是一块软糖，它好像3块钱一包，对吧？那乘以新币就是乘以5.5，也就是说差不多16块5毛一包。然后水也是的，就是最普通的水，就是14块钱。然后跟大家闲聊一下，就是众所周知的，就是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很严格，然后看一下哪些事情是要罚款的，比如说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公共场所吸烟，然后在地铁啊、博物馆内饮食，甚至是喂鸽子、用完厕所不冲水，家里有蚊子都是要罚款的。家里有蚊子？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嚼口香糖这件事情，嚼口香糖或者携带口香糖都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事情里面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吧，就是涂鸦。如果涂鸦的话，不但会被罚款，可能还会有鞭刑的情况。哇，最神奇的就是前一秒还是陆家嘴，然后到了这里就看到一个印度庙了。哎，里边好像很热闹哎。这个叫这个马里阿曼信都庙。
刚刚看的这个印度寺庙，它供奉的是叫马里安曼女神，我也不知道是哪位。这个是新加坡最老的一个印度教的寺庙，然后庙里面超级的香，我感觉就是印度它把所有的香味都给了神。这个寺庙呢是新加坡非常有名的一个寺庙，叫做佛牙寺，就是供奉佛牙舍利的一个寺庙。然后我查到非常劲爆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寺庙的旁边它有2个截然不同的行业存在，一个呢就是外国人过来从事性服务行业的一个妓院，然后另外一条街呢就是临终关怀的一条街，他们也俗称死人街，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Sogaland。但是现在呢，就完全看不出任何的这种痕迹了，就是蛮商业的、蛮热闹的一条街。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它旁边有一个游客很喜欢的一个美食广场吧，叫做威尔士美食广场，因为那边有一个天天海南鸡饭是米其林推荐的。我们找到了，就是这一家。然后我想没怎么排队嘛，然后一看，天哪！这个美食区它火起来，好像就是因为这家店，所以来都来了。就好像是那个什么叫地狱厨神啊什么的一些有名的人去吃过的。33块3毛9。就他这边可以微信，但不能支付宝，但是可以刷 Visa 信用卡。天天海南鸡饭拿到了，他就给1份辣酱，没有其他的料，我就撒一点上去哦。哦，它这个肉哦，就超级的嫩，它很滑嫩，然后有肉的那个质感，整个鸡的口感就是很幼嫩，有芳龄18的鸡。哦，啫喱感好强哦。他们说他们家的饭好吃过鸡。饭就是都是鸡油，很香，然后饭是颗颗分明的，不是那种黏的，不错。但是我觉得排队太长就不要了，排队15分钟左右还行。就是这个差不多是这里的米其林的那个状态嘛。我们待会儿再去吃吃看其他的吧。我现在要去一家正常的店，就是要吃一下他们这里的一个代表性的食物，就是巴固德是这样念吗？就是肉骨茶。然后听说就是新加坡这里的肉骨茶都是白汤的，主要是放胡椒和蒜头。然后跟马来西亚的不一样，马来西亚主要就是黑色肉骨茶，然后是放老抽和一些药材的。谢谢。哦，这里的这个肉骨茶的这个汤就是肉汤，它可以任意加的。我喝一下啊。哦，好好喝，有点像猪肚鸡的味道，它里边有蛮重的胡椒味，还蛮适合下饭的。我想用它来泡饭，还可以放一点他们的这个辣椒什么的。然后再点了一个他们特色的五香卷，这里边有肉米啊之类的，蛮好吃的。汤泡饭吃着忘记了重头戏，还有排骨，好大一块哦，这样有3块哦。其实总体来说就是加了胡椒和蒜头的排骨汤。吃完出来了哟，看一下价格，新币是31块4，差不多是175块人民币左右。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新加坡吃东西，所有的价格都跟上海的K11、IIPM 这种 top 级高级的几个商场差不多吧，但是这个环境其实就这样子，但是东西是还蛮好吃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啦，然后回去睡觉，明天再出来啦，拜拜。路过一家榴莲店哦，看到这个价格，我算一下多少钱人民币的，68新币是猫山王是377一个，开次更贵吗？488一个。然后下面 XO 大概是普通一点的吧，也是要211一个。我们在槟城每天吃都不超过100块吧？对，甚至要交90块一个。
Hello， 早呀！今天是我们在新加坡的第2天，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一个著名的娘惹街区，叫嘉东区。那边以前就是有钱的华人在那边的一个椰子种植林吧，后来就变成了他们的那个别墅区，比较有钱的华人在那边的以前的住所。然后呢，后面再去一个阿拉伯街区，这2个都是属于是以前的老钱，就是带大家看一下老的以前的新加坡是什么样子的。那先去嘉东区吧，坐地铁过去。我们现在到了如切这块地方了。这块地方我看历史说以前是椰子的种植园，然后就发展成了中产阶级们的别墅区了。我觉得现在还是别墅区，就是一栋一栋的这样子的老房子，一户一户的，很漂亮。然后这里主要居住的是受英国人教育下的土生华人，也就是娘惹嘛，所以这里整体的街道就很洋气，就很像那种英伦小镇。哦，那边好美。我看到这家叫金猪肉粽的，它是做非常有名的娘惹糕点的。这个很有趣，像个馄饨。这个好漂亮哦，感觉里边是菜吗？菜馅吗？小猪，哇，好精美啊！这里是茯苓饼，要中秋节了吗？这个2个，哎，2个可以。哇，它这个粽子是5块钱一个。一个粽子5块5，跟上海差不多吧，其实是27块5。买了这2个金龟果，这个叫，这个是闽南福建那边的，有一些节庆时候会吃的，就在电视剧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哇，好黏，我满手的油。里面是硬的哦，不好意思，好大一个牙印，里面是这样的，好好吃哦，妈呀！平时我其实不爱吃中式糕点，这个真的蛮好吃的，就是很糯的糯米，里面裹的是很香的酥脆的花生糕，这个好好吃哦。有闽南的朋友吗？这个是传统就是这么做的吗？就是你还能咬到那种咔哧咔哧那种花生的脆感。想吃点。如切真的好美哦！你看这个街道，我们当时其实蛮想住这里的，也有性价比高的酒店。但是如切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可能有点远，它离那个市中心大概是地铁7站路的距离吧。而且这边不像是那个游客区，它没有太多的人的。这里很像是上海的武康路、安福路，开始有牵着狗拿着咖啡的，还有穿着 Lululemon 的人了。现在到了如切这边最著名的彩色小房子这里了，这个叫做娘惹店屋，它一般上面是住人的，下面是它的店铺，以一个家庭来经营的。每天上班下班只要1分钟啊。就这边整体感觉就是还蛮小资的，然后人均居住面积也蛮大的，因为大家都是一个 house 嘛。但是他们的那个车却不是豪车，就是正常的家用车。对，就是不是那种特别爆发的那种区域，就是一个非常安逸、蛮小资的一个街区。然后这个房子也是5颜6色的，特别好看，就是过来闲逛逛还蛮不错的。然后也有蛮多的那些好吃的店吧，我看坐了好多的人。现在我们去一家老派的南洋咖啡店，去吃一下新加坡的经典早餐。这是您的开压 toast， 好，这个是您的套餐。好，那餐齐了，我走了。我可100%进去了，这样。哎，这是不是英国人留下的那种哦？就是英国人他们也是吃生鸡蛋，然后把它敲开来，放点盐、胡椒这样吃。鸡蛋的味道。法式吐司，法式吐司哦，就是放了鸡蛋，然后再放了黄油，里面浓浓的都是黄油跟鸡蛋，看到吗？
超级经典的糖油混合物，里边很甜的内容物是叫咖椰酱，好像是用斑斓叶跟椰奶吧做出来的酱料。哦，我搭档点的是这个，这是什么酱啊？我试试看啊。超适合早上早点吃。哦，可以。我们看到一个超级大的涂鸦墙，哎，哇，这是一个大工程，上面怎么画呀？这边有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自己想画的话，也可以找那边的一个画家，然后来参与的，就大家一起参与的一面涂鸦墙。这个涂鸦是不会被打屁屁的哦。哇，好有意思啊！但是要画的人太多了，然后画家说好像没有公制了，所以我就先走了。这边是一个著名的书店，它叫猫苏格拉底，然后里边有只猫是里边的店员。哇，好凉快啊！这是新加坡的瓷砖，哎，好漂亮哦。对，有点老上海哦，很南洋的感觉。啊，你看这个是发夹，哎，这好好看啊！还有这种一整个房子，就刚才那一整个彩色小房子都在这里。哦，对。这边走过来，这边有一家叫 Birds of Paradise， 就是天堂鸟。这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冰淇淋，蛋筒现做的哦。其实每次吃冰淇淋，我都很爱吃那个蛋筒。它这里好像没有试吃，新加坡的物价太贵了，吃不起。看一下这一个球多少钱啊？38块。这个是荔枝树莓，我看好评度很高。哦，好多树莓果粒哦，这蛮清爽的。它这里最好吃的其实是这个蛋筒，就很脆很薄，看来都是在现做的。我们现在来到阿拉伯区啦，然后这块地方叫甘榜格南。这个很像是误入了阿拉伯世界的地方，叫做甘榜格南，是早期新加坡的买来王族和贵族居住的地方。最重要的建筑就是这座金色的苏丹回教堂。前面这家咖啡是很有名的巴东菜跟拉茶。巴东菜的选择就是这种一个一个的小的这种盘子，选一下自己要的东西。这些应该都是肉类的，然后下面有很多的酱汁。虽然我每一个都看不懂大概是什么。这个应该是我爱吃的人当，就像咖喱一样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是蔬菜、鸡蛋。我点一个拉茶吧，它这边的姜汁拉茶特别好喝。完全不知道怎么点，因为这些我都看不懂，都是当地的语言。但是这家好像我看点的最多的是马来卤面，我就点了一碗，然后再点了一个姜奶，是它很有名的一个，好像就奶茶里加姜吧，姜奶茶哦，来了，好大一杯。马来卤面好像是这个米什么 Rabus， 这个喝的好像是这个七哈利亚是吧？姜奶就这个8次好。这家应该也是那种年数很长很长的咖啡馆啦，在这里是最有名的。这个姜奶茶是它这里的最大特色。喝喝看。就是淡淡的姜茶里面放了奶茶，但是我觉得好像冰稍微多了一点，不够浓郁，大概点热的会好一点。很清爽，一点都不腻。你为什么脸这么尴尬？这是什么？一个小青柠，然后一个，这是土豆吗？哦，是白煮蛋。米的 boost， 这怎么吃？我来撩一下啊，看有什么奇迹出现。哦，
哎，是不是我们那边的这种什么打卤面但是它只是用马来人的口味去调和一下，那有卤汁应该不会不好吃吧？意大利面卷法，再放一点点酱汁，入口是咸香，我以为咸香就结束了，很甜，就是咸甜的味道。好了，吃完我们再走走吧。虽然这家店不是特别吃得惯，但是它是我吃到现在最便宜的了。一杯饮料加一个菜是7块新币，也就是说差不多35块人民币。这是一家大头贴的店，大头贴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其实这就是一个机器，然后你可以就是拍大头贴，然后现在的大头贴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它有一个实景，哎，好厉害哦！然后这个是2楼，2楼是地铁相关的哦，你看是这样的哦，这样子。对，也是你就是付一下钱，然后就能在这里拍。Mr. Sandman, bring me a dream, make him the cutest that I've ever seen. Give him 2 lips like roses and cloves. 啊，我们现在快到我们要吃晚饭的地方了，就是这里的很有名的一个美食广场，叫老巴夏美食广场。这个好像是新加坡第一个流行起来的美食广场，因为它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它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就从上面往下看，就是跟一个帐篷那个样子的。然后这边后面每天晚上会有沙爹一条街，我们去找一下。这里好像有10几个摊位的沙爹哦，每个都在拉生意。但它最有名的是7号8号，也不知道有多好吃，有什么差别吗？啊，你看前面在排队啦，就前面的人一直在拉客，但是拦都拦不住，游客一定要到这里来。这个是甘蔗汁 sugar cane， 然后这个叫龙昂，就是龙眼冰，都是2.6块。龙眼味的糖水吧，我感觉就是什么，就是龙眼罐头里面那个汁兑了水。哦，这样子。哦，来了！哇，等了将近半小时哦，真的。生意太好了。这些是一个套餐，一个最基础的套餐，然后这一盆肉是鸡肉、羊肉、牛肉的一个套餐，大概20只吧。然后这个是6串虾，这个套餐多少钱来着？28新币是吧？对，28新币是人民币155块，好贵呀、觉得这不烤串吗？这是一串鸡肉的。太滑了，鸡肉很嫩，没有任何柴，甚至有一点点多汁。还有我们再吃一个牛肉的，牛肉也不柴，有点像很甜的那种新疆烤肉串，就是蛮甜的。然后这个沙爹酱应该是辣的花生酱。然后我们刚刚从刚刚那位置逃过来了，实在太腌了，我感觉现在整个人都是沙爹味。然后我们逃到了一个最边角的地方，这边的位置都是随便坐的，不一定要坐在那个7号8号这里的。然后轮到我最期待的这个大虾的部分，这里都帮你剥掉的，只剩这里了一点点，它蛮贴心的，都帮你剥掉。虾肉 Q 弹啊，不错。其实它原味蛮好吃的，就蘸这个好甜哦，我觉得。你觉得如果怕甜，可以多点点虾什么的，就原味就还蛮好吃的。
you best beware. And though deep down I know I might be headed for teardrops, now that you got